几个小泥人被抢所引发的祖师堂爆破手，差点团灭整个大隋王朝的一战，到底有多精彩？久经纯粹武夫的李二一人独闯大隋皇宫，一拳放倒七进武夫的御林军统领，两拳打得10进炼气士再无一战之力，应接同为9进武夫无雕四3拳，从而突破第10进。大隋皇帝与他那身为11进炼气师的老祖宗，更是吓得连屁都是没敢放一个。大隋皇帝要么继续躲着，要么就再找个能打的出来对付我，实在不行就让所有人一起上。在如今的动漫剧情中，李怀的几个小泥人不仅被他的几个舍友抢走，甚至自己也无辜挨了一顿胖揍。而李保平在得知事情原委后，便抄起他的降服刀前去替李怀讨要说法。虽说保平将这几人给一顿暴揍，但这其中有一人在大隋却颇有背景，他便是怀远侯的宝贝儿子，而怀远侯又跟南西楚家乃是亲家。这个楚家的嫡长孙乃是学院当中的翘楚。他得知此事后，便叫上上柱国韩家与其他一些达官显贵的后代前来找李保平等人的麻烦。没曾想正巧被林守一遇见，他二人的这一战算是以平局收场。然而后来已故大将军潘茂贞之子却在大隋与蔡家等诸多势力的推波助澜下，拼着被对方重伤的情况下，将林守一给打得卧床数日。后来谢谢当天找到潘姓少年，将对方给打得七窍流血。若不是一位夫子及时阻拦住谢谢的追击，恐怕前者必将会丧命于此。后来一位名叫李少英的6进炼气师，他乃是大隋书院的一名传奇人物，虽然是寒门出身，但却年纪轻轻便已经获得正式的儒家仙人头衔，是大隋公认的未来庙堂栋梁。他虽说找到李怀以及林守一还有李保平3人诚挚道歉，但咱讲话了，事已至此，李怀被抢的小泥人不仅没有归还，当事人也没来道歉。你这厮前来替人道歉，不是当和事佬和稀泥的吗？于是彼时还仅是6进巅峰武夫的余禄悍然出手。可这李少英身边还有着一位7进剑修的随从，余禄拼着身负重伤，以及在绝境下突破至7进武夫的情况下，与这两人战至双双倒地不起的平手状态。当然这事身为大隋的皇帝自是知情，但由于此事事关朝廷重臣的家属，并且这也有关他大隋的颜面，所以他便一直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与此同时，崔东山受陈平安之命前来书院守护。李保平等人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崔东山的修为乃是第5进，此等实力在这大隋自然是不够看的。于是他便来到了书院的画像供奉处，寻思跟老秀才借个3进修为，以好跟大隋这些达官显贵们讲讲道理。有意思的是，崔东山即便报上自己与齐敬春的名号，老秀才都未曾给他半点法力。直到崔东山说出要替陈平安守护小保平等人时，原本仅是5进修为的崔东山竟一跃达到了9进。这下崔东山是彻底有底气了，他直呼此次事情的推波助澜者蔡京神，我乃是你蔡家的老祖宗，还不赶快出来速速受死！而这蔡京神的实力乃是第10进炼气师，虽说崔东山的修为比对方略低一点，但架不住咱洞子哥的法宝多啊。这一仗可谓是打了整整一夜，并且崔东山那是一口一个我是你家老祖宗的猖狂话语。此战最终结果不得而知，但第二天清晨，李怀便收到了那3名舍友迟来的道歉，以及被对方抢走的那套小泥人。本来此次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了，但彼时从离珠洞天出来的李二一家3口，本来是途经大隋外出寻找破镜契机，但架不住自家老婆想念儿子李怀，于是他一家3口便前来书院这里探望一番。可在见面后，李怀虽并未将自己在这里受到的委屈告知李二，但见到家人的到来，以及结合自己这几日受到的委屈，咱李天帝的眼泪还是忍不住的在眼眶中打转。即便任李二再怎么询问，李怀都谎称是思念引起的，喜极而泣。但自己的孩子是什么脾性，这当父母的岂能不知？于是在李怀去上课期间，李二便找到崔东山，在从对方口中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一向老实本分的李二气得直爆粗口，我儿子给人欺负成这样，都不敢跟自己爹娘说半个字，呸！干你大隋死仇不报，我李二就不是个男人。说罢，李二那9进巅峰武夫的实力毫不保留地爆发而出，并径直地飞往了大隋皇宫。而眼下虽说始作俑者在崔禅的威慑下已经道歉，但幕后那些达官显贵与蔡京神却并没有丝毫道歉的态度，就连大隋皇帝都是如此。他李二今天怎么着也要去讨一个说法。就这样，李二一路上那是神挡杀神，遇佛灭佛。一个率先出手阻拦李二的是一个7进武夫的御林军统领，李二仅是一拳便将其给锤得昏死了过去。第二个上场的则是10进炼气师，虽说略微强一点，但咱李二大爷也仅是2拳便将其给揍得再无一战之力。可人家大隋还是有点家底的，那就是这个实力同为9进武夫的宦官吴雕四，若是真刀实枪的硬干，这个老太监是绝对打不过李大爷的。但他却仗着护国大阵以及龙气的加持，将李二的实力给压制到8进，并扬言李二这个9进武夫的拳头还打不过他大隋的颜面。这下无疑是触及了李二的逆鳞，既然9进武夫的资格替儿子讨不回公道，那么老子就先踏入第10进再说。也就是在此时，李二的气势一路暴涨至第10进，那宦官吴雕四被李二如同倒栽葱一般给牢牢地镶嵌于地面之上，且再无一战之力。直到这时，那大隋皇帝方才知晓
道自己踢到铁板了。虽说他那实力达到11境的老祖宗及时现身，但这货所修炼的并非攻击力极强的剑修或者武夫，他自认若是动起手来，恐怕也不是10境武夫李二的对手。加上有着山院副山主毛晓东的出言劝解，以及李二也仅是为了讲道理而来，所以此事最终便以这几大家族的老祖以及大隋皇帝对李二低头道歉，方才不了了之。至于那身为第10境且是此次事件的推波助澜者蔡家老祖蔡京神，李二则是直接闯入对方府邸，仅是一拳便将其给锤出去数10米远。本来这货挨一顿打就行了，可李二临走前却发现这块货的实力虽然不行，但喝的酒却比自己上档次多了呀。结果转身又是一拳将其给锤得身负重伤。这样的蔡京神直呼我就是喝壶酒而已，这招谁惹谁了呀？并发誓日后一定要离这山崖书院远远的。至此，李怀与李保平等人在大隋内便再也无人胆敢前去招惹。不得不说，有一个10境武夫的爹，其待遇就是不一样啊。